结婚不再需要户口本，中国婚育会迎来巨变吗？谈论您侃谈，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聚焦一下民政部最新颁布的婚姻登记新规。8月13号，民政部全文公布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有3条：第一，结婚和离婚登记都不需要户口本了；第二，结婚的登记取消地域管辖，也就是说不需要在男女双方的户口所在地办理，实现全国通办；第三，新增30天的离婚冷静期。简而言之吧，就是离婚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但是领证结婚就简单容易多了，甚至比拿驾照还容易。只要一对男女想结婚，他们完全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双方拿着身份证，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登记结婚。对此，市场有很多解读声音，诸如我们终于实现了结婚自由，男女双方可以不再受父母和彩礼这些东西的约束和绑架，是人文的进步。再诸如无数准丈母娘在瑟瑟发抖，考虑没收女儿的身份证。再比如，年轻人从此可以享受婚姻，不必把婚姻弄得太谨慎和沉重，完全就可以把婚姻当儿戏，只需要在生不生孩子上面谨慎一些就好了。以上的解读，多数都只是一些不谙世事的隔靴搔痒，完全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极度简化结婚流程这个事儿，从政府角度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提高结婚的人数，进而提升人口的生育率。因为我们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已经低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但这一招会有用吗？恐怕不容易达到效果。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让年轻人结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生孩子。问题就在于，就算结婚变得像下馆子吃饭一样简单，年轻人呢也不排斥婚姻了，是不是他们就乐于生孩子了呢？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女生是不是就愿意生孩子了呢？我们的研究者其实都没有弄明白啊，我们的生育率不断下行，根子是什么？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最精确的表达是女生不愿意生，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生越不愿意生。为什么不愿意生啊？因为我们社会把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几乎全堆到了女生一个人身上，成为他们人生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令任何一个头脑清醒一点的女生都会把生育视作畏途。那么一个女生在生养孩子这个事儿上，到底需要承担哪些显性和隐性的成本呢？首先，在我们这块地儿，孩子的生养，无论是10月怀胎的生，还是长到18岁的养，这其中事无巨细，从孩子的尿布、奶粉到发烧、吃药、打针，到辅导家庭作业等等等等，绝大多数都是由女生承担的。这其中的冗杂、琐碎、困顿、焦虑，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根本无法体会的。绝大多数女生将会被孩子生养这个过程磨尽他们的青春和精气神儿，而男生在其中呢，就算不是袖手旁观，其实经常也只是一个吉祥符而已。而且女生并不会因为在生养孩子的身上的巨大付出，而在家庭获得应有的相匹配的回报。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绝大多数男生都会认为女生的这种付出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男生当然并不吝啬于做一些类似于妇女节啊、母亲节啊、送花朵啊、送祝福啊这样的面子上面的仪式感，但这些对女生家庭地位的提高并无太多实质性的帮助。女生的职场生涯会因为生养孩子这个事儿面临巨大的冲击成本和隐形的歧视成本。女生的生育必然会暂时中断，甚至完全打断她们的职场生涯，这会必然冲击女性职场的积累、升迁，甚至很多时候会逼迫着她们在职场上面不得不一遍遍的从头来过。最关键的是，正是因为有生孩子这个潜在的冲击，会令女生在求职的时候遭遇人人都不会明着说出来，但事实客观存在的性别歧视。不像欧美很多地方啊，女生生育期间的成本是由社会来承担的，这样企业和生孩子的女生之间不会产生对立。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五险一金保障制度里面虽然是有生育保险金的，但基本是由企业来负担的。我们也规定了法定产假，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国家规定的产假基础上面额外增加更多的产假，但这些产假与其说是在为女生增加福利，不如说
是让女生的职场面临更多的尴尬和隐形的歧视，因为这些增加的假期成本还是由企业来承担的。企业正常理性的决策大概率就是少招聘这些育龄的女生，所以现在大多数用人单位在面试女生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旁敲侧击的询问她们结婚了没有啊，生孩子的打算啊等等。这个怨不得企业啊，因为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没有一个企业会愿意他的员工长达9个月不上班还工资照发的。这个其中最心力憔悴的是夹在中间的女生，她们既要完成生育孩子的重任，还得用与男生一样的考核标准，在职场上面同台 PK 和打拼。第3个大成本，其实也是女生面临的最大成本，就是一旦婚姻失败，女生会面临巨大的人生重组成本。今年我们的离结比已经差不多50%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乎每2对人结婚就有1对人离婚。一旦离婚，孩子往往是归母亲的，同时年龄的增长、青春的消逝会令2婚的难度几何级数的增长。事实上啊，现实中的多数2婚往往都是各怀心思、各取所需，搭伙过日子而已。现代的人的生活说到底还是一个男权社会，2次重组家庭的女生是一个天然弱势的群体，想通过再婚寻找到幸福，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最关键的，不像欧美的很多地方，一旦离婚，男生不但要给孩子抚养费，他同时必须给离婚的女生赡养费，这个赡养费需要一直支付到女生再次结婚为止，这会达到至少3个效果啊。第一，男女双方，尤其是男生对婚姻会很慎重；其次，女生对婚姻和生育并不畏惧，因为离婚之后并没有特别的生存压力和重组焦虑，他们可以悠哉悠哉地反思上一次婚姻，等待和寻找下一段合适的姻缘。第三，男生呢也并不抗拒和歧视带孩子的女性，可以和他们结婚，因为孩子会有女生的前夫来抚养着。我们不是啊，我们的一旦婚姻解体之后，孩子往往是会判给有抚养费的，但是女生的赡养费是不存在的啊，这令女生婚姻以及生育的试错成本极高。也正是因为上述几乎与生育有关的所有成本，无论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几乎事实上都由女生柔弱的肩膀一力承担，才会存在着丈母娘要房子、要彩礼的举动。他们大多不是贪财啊，其实只是为自己的女儿未来可能要背负的巨大成本提前准备一些安全垫。也正是因为几乎与生育有关的所有成本，事实上都由女生来承担，才令女生视生育为畏途，才导致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全国只有1.07，远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准，几乎全球垫底。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发达城市，比如上海就更低了。上海全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6，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市的每个妇女整个育龄期间只生0.6个孩子，相当于每2个妇女中就有1个选择不生育。而上海最核心的那些地方，比如说静安区啊、黄浦区啊，年轻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42，低到令人发指。当我们无数人高高在上、轻描淡写谈着生育率、谈着民族繁衍、谈着家国大计这些宏大叙事的时候，我们务必要清楚，生孩子这个事儿其实是每一个育龄妇女的私事儿，而且这个私事儿呢，事关她整个个人人生福祉的方方面面。不为他们卸下肩头的这个担子，我们无论做什么，可能都难以改变我们每况愈下的生育率。剩下的是格隆想对尚未步入婚姻的女生说的话：千万不要裸婚。我知道这个新规出台之后，有一种很流行的言论是鼓励年轻人不要把婚姻弄得那么慎重、那么沉重，不是不可以儿戏的啊，只要在生孩子这个事儿上慎重一些就好了。这其实是在鼓励裸婚。说这个观点的一定是男生。我想对女生说的是，对婚姻你再怎么慎重都不过分。在当今这个事实上的男权社会，婚姻与女生的重要性不亚于2次投胎。你务必要抱着相伴一生的思路，去寻找那些在学识、认知、自控力、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都为你所认可的东西。不去考虑当下的财力，也不考虑未来的潜力，就凭着一时荷尔蒙的冲动，就凭着男生在你经期给你端一杯红糖水的情绪价值，然后恋爱了，不需要父母的把关，不需要父母的祝福，一冲动不管不顾的就裸婚了，你大概率会悔不当初。等你到知天命之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妈妈当年对你择婿的要求其实都是对的。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